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要带您掌握日本这边的情势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高市早苗他有特别讲到，明年日本的财年预算总额将达到122兆日元，创下了史上的最高。好，那这122兆日元哦，它总归是122.3兆啦。好，那大约是新台币25兆。那比2025年的财年115.2兆日元，那新台币22兆左右，增加了是6.3%。好，如果以新台币的实际数字来看，就是增加了3兆啦。那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的原始预算的记录。那日本的国防开支的增加哦，其实推高了整体预算的需求，也反映了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正在加剧当中。好，那日本扩大了防卫预算，这引来了中方的不满。我们看到了中国国防部也特别发声明来这个批评，说日本对军国主义招魂。那日本朝太空防卫的发展，他说有可能会引发的是太空珍珠港事变。那日媒现在也爆料说啊，这高市早苗有可能要到靖国神社来参拜。那有多家的日媒爆料啊，说日本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有可能会在今天哦，也就是12月26号这一天来参拜靖国神社，那引发周边国家跟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好，这件事情哦，其实在涉台言论的时候，就有人放话说他会在圣诞节的后一天去靖国神社参拜。不过当时我还在想说，他应该不会这么激怒中方吧？但看他后来的行径哦，是非常有可能的。好，我们会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那现在呢，中日的这个沟通大门哦，高市早苗认为依然是敞开的哦。好，那他说东京致力于跟北京来建设一个建设性稳定关系的目标，但他还讲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守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名誉跟国民的生命。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也正在实行不断的出招，那包含的就是对旅行社来下达指示。这是日媒报道说，他们对赴日的旅游人数要削减到原本的60%。那日本的政府相关人士也指出说，这可能是中国企图要加大对日本施压的一个做法。那我们也知道中日的关系紧张，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猫熊。那日经的专栏作家也说啊，这个随着2只大猫熊的离开，日本将进入50多年来首次没有猫熊的状态。所以这个专家就分析哦，大猫熊在中国外交上面其实有蛮重大的意义。那日本哦没有猫熊，就意味着日本正遭受中国的冷漠，那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专栏作家的总结认为啊，这猫熊离开日本啊，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好，那高市早苗呢，这个人大家也在分析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那因为呢，他在上任首相之后，有很多的国际场合嘛，我们之前也曾经看到他出席的是10月的亚太经合。不好意思，10月的这个东协，还有一些亚太经合会议，还有11月的 G20 峰会。好，那我们在会议上面看到，他不是会靠近一些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很长袖善舞的样子。但是其实有幕僚说啊，他对于晚会晚宴都不参加，说高市早苗非常喜欢独处，而且排斥在政治晚宴上面推杯这个换盏拔钢琴啊，甚至对酒宴文化的排斥还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因此，这位高市的贴身助理爆料说，他已经招致了党内同志的焦虑还有不满。那日本现在在很多国际场合上面，当然没有办法拔钢琴之外啊，它很多的政策确实也让国际社会觉得蛮眼中钉的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他们有最新一艘最上级的多用途护卫舰举行了下水仪式。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仪式上面就宣布，这个就叫做吉井号。那另外还有一个新
FFM 的首舰，也被称为叫做令和大和的神盾系统搭载舰的首置舰。那两者都已经在2025年开工，而且要进入到总装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也特别说到，对于日本周边的军事动态也会在密切的关注，同时要冷静且坚决的应对。好，那因为这个前因就是这个美国有一个涉华的国防报告，那特别这件事情，这个官房长官就出来进行回应。好，那中方也回应了日本系统性的介入南海的行为，这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特别讲述到，日方要做的就是反攻自省，而不是在南海兴风作浪，挑动对立跟对抗，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好，那日本的种种的样态现在在国际社会上面是引发讨论的，不止在第一岛链，其实连美国这边看起来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在力挺日本。好，所以日本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这个麻烦制造者呢？这是环球时报的报道，他当然批评说日本政府接连的发出了危险的信号，而且这一连串的言行不是偶然或者是孤立事件。其实他认为日本就是在从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约束者，其实想要演变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在中方的眼里看来他的涉台言论只是第一步，他后续的动作跟行为其实都希望走向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那这件事情当然让中方相当的反感。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好，当然我们日本的部分，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日本是出手的策略不对了，因为你要成为正常国家，想要导向军事正常化，你没有必要把台湾议题扯入啊。你只要讲你目前的面对了中国的压力，这样就够了。你去扯台湾干什么啊？你扯台湾历史问题就进来了，然后国际法也进来了啊，因为你是殖民者嘛。然后又扯到二战之后的大家彼此的定位啊，所以我觉得他的出手的策略是自己造成自己的困扰。日本现在大概是周边环境的国际形势最凶险的国家了。你旁边对面的中国、北韩、俄罗斯立场都一致而且渐渐的在河流当中那更不幸的是，川普感觉是要跟这3个国家和缓。当美国想要跟中国、俄罗斯和缓的时候，你日美安保角色就会不突出，这是必然的嘛。结果你又误读这个国际形势，所以你就让美国现在非常尴尬。比如说，川普现在第一优先就明年4月要去中国访问连卢比奥都想参加12月22号联中记者会180度转弯大概很希望4月他能够在现场然后中国可以解除他的黑名单连卢比奥都这样了，你日本算什么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是完全找错话题了。就是你如果是，也不是说安安静静只去凸显说中国军力崛起对你有压力，所以你有必要自我防卫等等等你去扯台湾干什么？结果你扯了那就没解了，因为你讲话太精准你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会影响到日本的存立事态危机，又连影响到集体自卫权，然后日本可以单独决定要不要出兵这个严重了，太严重了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很麻烦可是中国大陆我觉得跟2012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已经崛起了，他有各种筹码，所以不像2012因为筹码不多号召民众来抗议抵制你你看今年静悄悄的Uniqlo 没有人在抗议都没有看到可是中国给他的压力是一步一步，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大蟒蛇把你缠着，全方位都来慢慢的，对，政治也来，军事也来，经济也来，就慢慢缠着你，那越缠越紧。我看你要怎样
比如说我们讲旅游现在2个月过去了，少了44%，那还可以再往下，变成60%。我跟你讲，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日本今年的经济成长只有0.6%，那中国大陆旅游啦、购买啦，给你降一降啊，你今年成长就快要变0了啦，所以当然会有感啦。那可是呢，也不是急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我国家崛起了，我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搞你啦。我觉得现在给我感觉是这样。也不要有那种戏剧性的冲突啦。对，除非你搞戏剧性的动作，比如说今天会不会去靖国神社，现在还没看到，现在还没看到。可是，一旦发生，那冲突就急剧升高，是，然后就进入一个新的高点，就这样。对，所以它就是起起伏伏啦。但是真的常常是没有伏，没有伏，都是起。但是常常是日本拉高了那个冲突之后，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应就往上跑。好，将军。刚刚郑亮兄研判的就是美国4月份谈判的现况。我们如果站在高市早苗的算盘，我们想一想，他干嘛要做这个事？他只要撑过这一次经济上的危机，他还是会走军国主义。因为他算准了，你美国永远是把中国当成第一竞争对手，要打压。对，我就扮演一个乌克兰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打全面开仗，但是在第一岛里面，他要扮美国的守护者、中国的骚扰者的角色，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他能撑过他国内的经济问题的话，他一路往这边走，他不会妥协的。他现在已经死心塌地抱美国这条大腿，因为他算准了美国在跟中国的关税协定，不管谈成或谈不成。它都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里面最重要的棋子，它一定会得到美国的资源，所以他在造军舰，川普也在那里搞，我要搞最大的战舰，这些东西你都不可能说不看见。现在最尴尬的是中国大陆，对，刚刚这个郑亮兄有手段，但这个手段能不能有效的遏制早苗这个趋势？如果不是的话，以中国解放军的实力来讲，他27就可以统一，那看你要不要反应。一方面解决自己问题，一方面打压你这个未来军国主义的趋势，这也是一种可能。所以原来我们以为2027中共不至于动手，大家就看中国的决策者怎么思考。我是不是要等到日本的势力崛起，变成我卧榻之边有个心腹大患，还是趁早除了用经济啦、用外交啦、用各种手段，能不能遏制它？不能遏制它，也可能是一种另外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不敢预测，就是说，这个大国博弈里面每一个领袖的算盘是怎么样。预期等到日本军力再张大，再拖到2030。川普那边的造舰也说不定在韩国、日本之下也造出些东西，那个时候你再下手，还是现在趁早下手？这是2个下手的时机啊，就看习近平的判断跟美国的态度。当然，这个变数可能在明年4月可以是一个变数。第二个，现在对日本的这各种手段能不能有效？没有效，是不是采取更激烈一点的这个行动？来打压他气焰，甚至于把高市早苗这个位置让他落选，因为尝到苦头以后，他后继者能不能还是这么极右派？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站在每个人自己的利益立场来想，还比较准一点。中国大陆说我能坐视他崛起，变成我的心腹之患吗？美国说我这个好的棋子，我能不用吗？在日本来讲，我拉到这么粗的美国大腿，我是不是就撑起我变成亚洲一个第2大国？这种算盘就看他们怎么算，我们静观其变。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核心利益不一样。对，我们还是要再看这个整个国际的情势发展，再来做判断。好，教授怎么看？我觉得高市的判断他有失准，因为
其实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的时候，我们讲要改成从战略模糊改到战略清晰，最重要的是亚洲的盟友必须要有表态。好，可是现在川普不一样，他不想要做这些事情。就像我们讲，他如果是要和缓、要谈生意，他希望你亚洲各国能恢复到基本的论调。高市他误判了，他就开始变成他冲第一线啊，他感觉川普没有要管控他。当然之前有通话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通话实质效益有多少？日本右翼真的听进去有多少？我觉得我们画个问号。坦白讲，高市的误判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第一个，现在感觉经贸上不仅仅是这个所谓的观光客，接下来可能会有进口食品啊，中国可能会在进口食品开始全面对日本开刀啊，甚至所有慢慢往工具机、往这个汽车业慢慢一个进的时候，会越拉越紧。那高市这个时候他面到更多的经济这样压力的时候，他就发觉说，话说的太多，马蜂窝捅的太多哈，可能会收不回来，让中日的关系会无以复加。那当然，如果依照今天的时间点，他如果真的去参观靖国神社，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今天还没结束，日本找我们1个小时哈。那假如他真的去靖国神社，他会继安倍甚至小泉之后，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靖国神社，我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它在东京市里面供奉了它其实跟一般神社很一样。只是它里面供奉了14个甲级战犯啊，中日时候包括东条英机就在这里面。过去只要日本首相去参访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好。举例来说，我们最知道这个口译之女小泉纯一郎，2002年上任之后，他去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他常讲的，他说参访靖国神社是我们个人的信仰，不容别人说三道四。他任内去了6次，造成了在他任内中日之间领导人都没有互相往来，那更不用讲小泉安倍啊，安倍在2012上任之后，他也去了参访靖国神社，那时候奥巴马就讲了失望啊，你怎么会跑去靖国神社呢？所以安倍在任内他就不敢去，是他卸任后他才说，我还放了张照片说我去参访靖国神社啊，只要日本的领导人敢参访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就开始往下掉。当然，日本右翼的许多人，他们都喜欢用这个靖国神社当作是国内争取自己，包括所谓右翼势力正常化，甚至提升自己声望的一些说法。比方说好了，不只是小泉哈，我们知道像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常常讲的，你们中国也有所谓的这个公墓啊，八宝山公墓啊，为什么我们去看靖国神社，你们就要生气呢？对不对？麻生太郎也讲了，麻生太郎也是很右派的。他说：“美国也有这个公墓啊，阿灵顿公墓啊，美国人可以看阿灵顿公墓，为什么日本首相不能去？所以这些都是日本首相都所谓的靖国神社来拉抬国内的一个声量的东西，要特别小心，要特别小心。未来麻生今天结束，他可能没有要去，我不知道啊，未来会不会去？如果他去了，马蜂窝会更大。”将军也要补充是吗？我要补充一下，因为靖国神社我去过，里面就是山下奉文啊这些一个玻璃柜，他的衣服、军刀、军帽啊。是。我要讲一点，靖国神社不是公墓，靖国神社有点像我们的忠烈祠。对，是。他们去靖国神社就是参拜忠烈祠。八宝山跟阿灵顿公墓我也去过，那是一个国家公墓，不一样。所以他的右派，我记得靖国神社旁边还有2部大的宣传车，对，就是右翼的宣传车。而且以前的右翼多激烈，三岛由纪夫记得这个人吧？为了他们不能够复国自杀的，所以日本的狂热分子很多。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谁告诉叫他把那个好，12月25号这一天是耶诞节。好，这是西方国家的节日，但是它主要的用意是希望爱与和平，好，还有分享。但是在这一天呢，我们看到了川普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好，我们看到啊，因为耶诞节啊照样动武，所以川普宣布美军重击奈及利亚的 ISIS 恐怖分子败类。他就在25号耶诞节的晚间，在他的这个真实社群发文，宣布美军对奈及利亚西北部的伊斯兰国发动恐怖分子发动强大而致命的打击。好，其实对西方国家来说，耶诞节就是所谓他们的新年哦，在新年讲这么
激烈的话，当然会大家觉得说，蛮有这个影响力的。好，那我们看到他说要报复当地的基督徒遭屠杀的事件。好，那说如果他们继续屠杀基督徒的话，死的还会更多。好，那震撼空袭的画面也曝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释出的袭击奈及利亚 ISIS 据点的影片。好，画面上面也显示这个飞弹从军舰上面发射，冲向了天际。奈国的外交部证实，两国合作对恐怖分子实施空袭的行动。好，奈及利亚的总统提努布也在圣诞夜发文强调说奈及利亚会竭尽全力的维护宗教自由，保护基督徒、穆斯林，还有所有奈及利亚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好，但现在川普有非常远大的梦想，甚至他有黄金舰队。那这黄金舰队他其实要邀这个亚洲的一个盟友一起就是南韩。好，那他就说这个黄金的舰队计划主要合作对象就是南韩的造船业作为交换。那美国也会协助南韩打造第一艘核动力的潜舰。好，但是这样子引发了北韩的不满我们看到北韩的金正恩是强力的谴责，说韩国推动建造了核潜舰的行为会加剧朝鲜半岛区域的不稳定性。好，那美国跟韩国之间其实有另签一个单独协议，也就是允许引进浓缩铀。这是南韩宣布美韩双方达成了共识，将比照澳洲模式另签一个协定，好，为韩美合造这个核动力潜舰来开绿灯。那尽管韩方强调只使用低浓缩铀，遵守核不扩散的原则，但仍引发了北京跟平壤的强烈反应。好，那北韩不是生气韩国建造核潜舰吗？但他们自己也有首艘的核潜舰而且这舰体还成型了，排水量可以达到8700吨。好，跟美国的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相当的战略弹道飞弹的潜舰，要抗衡的就是美国跟南韩合作的核潜舰生产计划。好，所以我们再看到了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反应。那他们的国防部有特别讲说，在2025年的解放军紧扣着建国100年的奋斗目标，向战聚焦跟向联聚力、向心突破有3个项。好，加快训练的转型，要大抓实战来练兵。那美国的国防部呢，也有回顾共军在2024年的发展成果当中也说，虽然中国的核弹生产数量有所放缓，但是仍然可以在2030年之前拥有1000枚的核弹头，并可能已经掌握了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90秒内侦测的早期预警能力来进行反击。那美国媒体也报道说解放军其实有个攻台3步骤，但也引发了中国这边的批评他们的国防部发言人马上就出来说你们这种报道就是属于臆测解放军的行动，意图要贩卖战争焦虑，只会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那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能战，战之必胜。好，那当然中国大陆有2艘的这个舰，大家现在是蛮关注的。好，因为呢网络上在传有个卫星的照片显示，福建舰好跟辽宁舰同框在了青岛军港。好，大家就很关注说到底是不是在进行联合演练。好，不过对此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只有说目前没有可提供发布的讯息。好，那专家是认为福建舰跟辽宁舰有可能在黄海进行双航舰的编队演练，那也有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可能性。好，那这当然就会被认为它正在突破第一岛链，往第2岛链迈进。好，那我们也一样，先看到川普耶诞节是一个这么有仪式感的节日，他居然发动了武力的袭击。我们先问亮哥，我刚刚问 ChatGPT 把这个话输进去，他强烈反驳我。他说美国没有空袭奈及利亚，是美国协助奈及利亚的军方打击恐怖分子。他说：“那我再问，我问了3次，他3次都严厉反驳我，说你不要乱讲，不是美国打奈及利亚，是美国协助奈及利亚军方打击 ISIS。怎么宛如白宫发言人就在您的手机里？对，你问第4遍的话，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亮哥说，把证券输进去，我猜有很多人问同一个问题。有。
所以才会得出它的这种模型结论。你问第4遍，他说你是以美论，不然说亮哥说，他说要讲清楚啦，他说是奈及利亚军方要做这件事，所以美国协助，哎，对对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啊。那基督徒当然被屠杀是原因啊，可是不止这个原因啊。那他在圣诞节帮基督徒讲话可以理解啊，因为圣诞节就是基督徒的圣日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蛮刻意的啦，蛮刻意的啦。不过我真的从来没有在 ChatGPT 碰到这种状况，他有立场。被连续反驳3次，立场好坚定。那我觉得韩国跟日本想做核潜艇啊，我觉得这个是挡不住的啦。对，我刚刚看了资料啊，日本的核电占比是13%，韩国26%然后你周边的国家都有核潜艇，你要不要做？因为我刚刚就讲，因为当然因为北韩有非常多小型的潜艇，是那韩国我觉得坦白讲这种都，因为核潜艇就没有那个海域的限制嘛，那你到底要打谁啊？所以我讲白了啦，真正的还是要发展核武啦。对，因为核潜艇用的核燃料，它浓缩度就70，原子弹95，很接近了。可是，一般的核能电厂只有20，不到20了。所以讲白了就是我要发展核武啦，可是不能这样讲，就说我要发展核潜艇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韩国当然会担心嘛，因为北韩有啊，而且看起来北韩这个核武，美国要把它拆掉是做不到了啊，就是说已经不可逆转了。那日本就是它这个处于这个东北亚最险恶的位置。他3个大对手，每个人都是核弹国家，是然后中国跟俄罗斯都是核大国，所以日本就是非常忧虑嘛。那高市为什么会急？事实上，高市都只有讲到核潜艇，可是他首相官邸那个核方面的专家就直接讲了那也被查出来是谁啦？被查出来的谁还不用下台嘞？表示这个放话是很多人暗中支持对，那可是当然日本有和平宪法啦，又是原爆的最主要受害者，所以内部反核的力量还是很大啦。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归路。好，将军怎么看？日本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制造核子弹并不困难。那只是碍于美国跟国内一部分的不认同，所以退而求其次搞核潜艇。核潜艇只是它的航程无所限制，并不代表它有核子攻击能力。所以没鱼虾也好，至少是它要打破这个核禁令，一步一步来。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是一步一步往那边走。美国为什么不给你核子的飞弹？核子飞弹，美国一定是控制在手里。当年我们台海战争的时候，屠牛式飞弹就带核弹头到我们台南，一看状况解除了，马上撤回去。对。那韩国不是要求要核武器吗？结果要求的厉害的时候，美国派个核潜艇，到他那边靠个岸，表示说我有核伞，因为核潜艇里面有核子弹，那是美国的，他出不出手听美国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并不希望这些国家能够造核子弹的能力，因为现在你要靠我的核保护伞，所以我可以予取予求。虽然你不要看日本的自卫队军力相当可观了，它的造舰能力也很好，但是技术也有，人才也有，材料也有，钞票也有，它就是欠缺美国的支持。所以现在先搞个核潜艇吧，那美国也同意啊，因为核潜艇不可能跑到太平洋那一头去对美国骚扰，它至少在南海、在东海、太平洋这里产生一些威胁嘛。所以你现在看，你有我也要，你看北韩也在搞，
啊，北韩能不能搞得出来不知道，要看俄罗斯给多少技术资源。美国反正是鼓励澳洲要有核潜艇，日本可以，韩国可以，3个合资起来，生产成本就会降低。是，而且造船厂是在你们韩国跟日本就有条件嘛，所以这种东西是3拍1合了，大家都共同往这边走，所以我估计他们的核潜艇计划可能会成功。所以就是朝这个方向在迈进当中。对对。教授怎么看？这个 AUKUS 啊，基本上韩国看到 AUKUS 签的澳洲有这个核潜艇的技术了，他们也想要了。那其实韩国国内自己也吵很久了，进步派跟保守派他们对于核武这个概念不一样。对，保守派觉得我们就要核武啊，那美国人不给，那怎么办？那进步派像李在明，他们在当选之后就说，如果不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叫核子避险哈，就是你不给核武没关系，我们有类似核武的东西，核动力潜艇。不要搭载核武可以，核动力潜艇来作为跟国民选民交代说，至少它有威慑的作用。这就是李在明上任之后，他不断的在跟川普讨论的，而且他跟川普讲什么？我可以共同分担你区域的安全，如果你给我足够设计还有设备原料，让我能做出核潜艇，这样就够了啊。所以李在明他相当的聪明，他玩这种平衡外交，其实玩得很好。所以这一次就发生在这个所谓的核潜艇该怎么造。其实我们知道是韩华这个公司，他把这个费城造船厂买下来，就是费城的造船厂在费城韩国公司买下来用1亿买下来之后，他现在变成韩国的公司在造船，然后呢准备要造出这个核潜艇。但是呢，美国在这个原子能法上面有规定你任何军用的原料不可以移转，那怎么办？只用特赦这个特赦，或者用豁免或者特别条例豁免或特别条例来转移这个所谓低度浓缩铀。大概是低于20%的浓缩要转给韩国，所以就透过所谓的他们接下来用签订一些条约的方式来移转这个浓缩铀给韩国。我觉得接下来韩国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核动力潜艇是指日可待了，指日可待是有可能，所以我支持前面2个看法。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李在明在这个核动力潜艇上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他一方面也是要我们讲嚇阻北韩。但一方面，他在跟北韩的关系又跟前任尹锡悦有很大的不一样。尹锡悦是非常敌视北韩的，不沟通、不沟通、不往来。但是那个李在明不一样，他觉得要沟通、要往来，而且要降低两边的敌对的态度。所以他上任之后，他做了几件事情，比方说他这个降低这所谓的心战或政战的，他把边界那个大喇叭，我们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心战扩音器，把它取消掉，就是不要再跟这个北韩一直在发送这些什么韩国的这个新闻啊、人权资讯啊，或是韩国 K-pop 啊，对，然后让北韩觉得很 annoying， 觉得很烦。北韩那时候反制嘛，因为南韩放那个大喇叭之后，北韩就给你丢空飘气球。记不记得我们前次在讨论北韩空飘气球飞到南韩，上面很多传单，然后来诋毁南韩的这个领袖。所以呢，他们的李在明就说：“那我把新战扩音器拿掉，然后呢，我们要管制冲突，恢复对话，和平共存，要降低敌意。”其实李在明做这种平衡外交是蛮明显的，他不只是要跟这个北韩赴谈，可是他一方面又要说我有核潜艇，对，所以其实这种避险的方式在李在明的任内会继续在做。我是觉得蛮厉害，因为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川普也送他全球只有5只的白宫钥匙所以还大赞说李在明是很赞的人，看起来关系不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最爱说他的经济有多棒多棒，之前还曾经讲过 A+++++++， 讲了5次。但是经济真的那么好吗？我们来看到，其实蛮多人出走的，也就是富豪们出走啊。因为根据官方的数据说在今年第1季有2000名这个美国人申请英国公民的身份，还创下一个历史新高。那英国也是美国人心中排名第2想要移居的国家。那英国的名流汇聚的这个乡村地区正在吸引美国人置产。那当地的房地产公司收到的购物需求增加了30%。所以有钱人是不是也对于川普的某些政策呢是有一点质疑的？所以目前有想要到别的国家来住的念头。好，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但是川普常常高喊嘛，说我们经济的黄金时代来了。但 Politico 也直接讲说
这个川普回归白宫之后的第1年经济表现，数字好像看起来很亮眼，但是这波成长的红利，哎呀，都在美国最富有的族群身上。好，所以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仍然深受生活成本上升跟就业市场降温所苦。好，现在呢，这个美国不是圣诞节吗？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很特别的景象出来。也就是圣诞老人的工作难觅，也就是过去商场圣诞老人的职缺现在在跟去年相比大减了35%，而且从2022年以来购物中心、商场跟其他的零售据点，圣诞老人的职缺也不断的锐减。那原因就是因为雇主要削减预算，那有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歇业，以及不少的民众选择进行网络购物。好，这些都凸显了美国经济其实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好，那我们也看到了。最近20年来甘乃迪表演中心、艺术中心的平安爵士音乐会，其实已经成为了华府庆祝耶诞节的一个传统，但是今年却取消不办了。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甘乃迪中心它取消的原因音乐会的主办人说他要抗议因为川普冠名了他们的这个名字，变成是川普甘乃迪中心，所以他不爽所以冠名要有赞助才行可能是没有赞助，所以才不开心。好，但不管如何，川普以自己为傲嘛，所以呢，现在马斯克对于 AI 部分也蛮大力的他也是说未来12到18个月经济能够实现2位数增长，那如果应用 AI 加持的话，就能实现3位数的成长。那甚至 AI 抢人大战已经开始了，拿到非常高的薪水说为期6个月的计划那参加的人会以全职员工的身份来进入 OpenAI， 那跟研究团队进行先进 AI 计划的合作。好，参加的人每个月能领到1.83万的美元我们帮大家算一下，新台币是57.6万元。而且计划结束之后还会有全职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大手笔包含辉达也是大手笔，在收购 AI 晶片新创 Grok 的核心资产。好，那它以200亿美元来收购那双方达成了非独家推论技术的授权协议，那授权辉达使用 Grok 的推论晶片技术，那要整合到其他未来产品的晶片设计内。好，但是这个 Grok 是新创公司，大家就说怎么会这么的眼光独到呢？有人发现这个川普的长子是合伙人好，所以这个技术取向并未受到记忆体供应短缺的冲击。好，那讲到 AI， 大家就想到它要应用在我们生活的范围嘛。那机器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已经非常厉害了，其实这美国也在努力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加州的一个机器人公司来看看它的 Sunday Robotic 的发布的影片，好，展示了人形机器人Memo 以类似人类的灵巧度来进行任务，所以包含的是有一些重复的家务工作。然后这款人形机器人全天候的运作，在减轻人类的日常琐事负担为它的主要目的。好，那 Sharp 也推出了手掌大小的 AI 机器人它叫 Toke Domo 它主打的是情感陪伴跟记忆的功能希望让使用者感受到像家人的陪伴。那还有的就是这个日本的科技叫做林熊害，这是东大新创公司启动的 AI 机器人，希望能够保护民众的计划。毕竟现在日本熊害蛮严重的所以也赶快利用时事推出一个新的 AI 机器人。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经济川普最引以自豪的，但是好多数据都在打脸他。一样先问亮哥。其实美国经济跟台湾结构蛮像的，就是股市涨的就是 AI 跟半导体供应链嘛，美国也是美国比我们要宽一点因为它7姐妹里面还有网络公司那这个当然就是高度集中嘛，因为有人早就分析，如果纯就传统产业跟服务业，那美国实际上经济已经接近衰退了，可是就因为那个七姐妹这样拉起来嘛，那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也只有2.4也没有那么高啦，可是这几家恐怕有的是几10%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因为最近不是有人在谈那个斩杀线吗？对 ，kill line，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在矽谷上班，
你的所得在某个 level 以下，你万一被裁员，多久就会流落为流浪汉。哇！那美国的流浪汉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有人做过调查，美国的流浪汉 homeless 啊，平均寿命3到5年，你就会遭遇奇奇怪怪的现象，可能生病啊、冻死啊，各种原因啊，比安宁病房还短。安宁病房平均是6年，所以就是这样的世界啊。那当然就是比较低阶的或者刚进的部门啊，比如我举例啦，比如说南加大 Computer Science 是非常有名的，结果 Computer Science 现在的毕业生严重失业，就是被 AI 取代掉了。对，因为你就是没有经验了，你就只有低阶嘛。那大学4年学的东西 AI 都会。对，就像他刚刚会反驳你。可是问题是，这个 AI 已经长白宫发言人的位置已经长很大。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机会培养经验，那你怎么能够打败 AI？ 对不对？你一定要累积嘛。比如说我们吴老师在学校教一阵子了，他就可以打败 AI， 看哪个学生用 AI 回答期末考他可以判断就之类的啦。我觉得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状况，就是 AI 取代职业的速度比 AI 新孕育的职位要快，所以就会有人在青黄不接中失去工作。就是这样啊。那我不是去讲说 AI 对人不好了，它终究一定会孕育出很多工作的，可是时间还没到，因为今年就是 AI 的元年嘛，爆发年。那通常这种东西大概要10年左右才会进入成熟期啊。那它一定会产生很多 job 啦，但是你在这个阶段，你就会先受害。对，所以大家要想一下，如果比较有前瞻性的话，就想一下，10年之后可能哪一些是 AI 的 job？ 好，将军，因为不要讲说它替代你的工作了哈。现在很多 AI 的专家已经在开始讨论 AI 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了。你看很多科幻电影里面，机器人都是要保护人类、保护主人，对不对？那万一机器人聪明到说你不值得我保护，没有，我小时候就看过机器人毁灭地球的电影。所以这种东西不可能的，因为它发展的速度太快嘛。但问题是你怎么样 under control， 你能把它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因为他已经开始有思考逻辑了，这人比电脑厉害，就是有逻辑性的思考。现在他慢慢也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劳力替代，它现在还包含了很多，将来这个职场你怎么赶得上？我读的大学读了4年，修了再2年硕士，我学的东西已经落伍了，对不对？像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很落伍啊，碰到。我儿子劝我，你要不要换个新手机？我旧手机的功能还只用不到一半呢，我就换什么新手机？这问题就是你已经慢慢脱离，就是脱离，这是不可逆的现象。所以将来你现在看这个现象已经出来，为什么美国经济成长获利的就是那10%的那个尖端人物？因为他大公司嘛。那这个利能不能分布到？我接触到美国的朋友，中产阶级的或者更中低的，他们生活很艰苦啊。夫妻2个都要在外面兼差啊，因为物价太贵啊。对，人工服务也很贵啊，所以你看美国人什么家里电灯泡啊，什么水龙头都自己修啊，因为他的人工很贵啊。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这种现象在演化下去。你看以前开一个百货公司还可以养很多员工。有网购以后呢，你不信台北你几家大的百货公司看，尤其精品店的门口4个字“门可罗雀”，对不对？就这样子。对。所以问题 ，AI 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对普罗大众有没有好处？大家慢慢去思考。你只看到它一得之利，你有没有想到它一得之弊？你花了几千万培养儿子。万一他选错行，万一他没选对，白搭。
好，不过 AI 在目前的社会的还有世界的氛围当中，大家它确实是都很喜欢下一个革命的这个起点啊，所以没办法，我们还是要迎头赶上 AI 的世界，但是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才是比较重要。教授怎么看？AI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优缺点跟猫腻在里面的。比方说 AI，我们不只是用一个，你可以比较。比方说用 ChatGPT 跟 Gemini， 它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非常不一样哦。我前阵子我也用过 AI， 我就说我要给我最近美国保守派智库对于台湾美国关系的一些说法，我特别举了几个作者，他给我反的 ，ChatGPT 给我反的论调，我还特别说你讲反了，然后他又给我一个正的，啊，很怪哈，非常怪。可是我用 Gemini 非常正确的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代表说其实他们在资料库搜寻跟它整体的问题上面，他还是遇到很多瓶颈在里面。我们喂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给我们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特别是我看到美国经济这么差，我也特别问了 ChatGPT， 跟亮哥一样，还有反驳你吗？我问他最近美国的通膨的 CPI 多少，他说大概2025年是11到12月的 CPI 大概是2.7，那2.7，那核心通膨就你扣掉食物跟能源的大概是2.6。那我特别问说，那过去这5年来是它比较情况是怎么样子？坦白讲，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的通膨是很高啦，2021年是4.5到7%，2022年因为乌俄战争年底的时候跑到9%，很高到大家受不了然后慢慢后来降到2023年的3到4%，2024年回到大概3% 左右今年大概2.7%，所以美国的通膨虽然是在下降，但是我觉得他们物价坦白讲回不去了，因为你的物价一旦上去，它不可能回去嘛。举个例给大家听，我们常讲用那个麦当劳这个 Big Mac 经济学就是我们讲的1号餐或者 Combo No. 1大麦克，美国的最贵在 Arizona 大概要12块9毛9一个大麦克套餐，就是一个汉堡加可乐加薯条，12块9毛9还没税哦，你要再 plus 就加税上去，大概就是14、15块，在台币500块一个1号餐那你说在华府跟纽约我查是11块9毛9啦，你大概就13块，含完税13块，大概400块一个1号餐。我们台湾大概100，我很少吃麦当劳，不好意思，因为大概也是100-200块了，200块快249，真的两个很熟所以你看美国的物价通膨是物价高上去是蛮麻烦的。我来讲这个甘乃迪中心，我也去过我在拜登时期的时候，我曾经在华府当过访问学者，我也特别去甘乃迪中心听了一场 Blue Man Show。可我去到前面全部都是什么 homeless，他们不单是 homeless， 他盖帐篷之外，他们还有流动厕所，他们还有户外 barbecue， 还有什么？还有发电机所以他们等于是把甘乃迪中心外面的大草坪变成他们的一个居住场所。华府在拜登时期的时候的这个 homeless 问题是蛮严重的。那当然这一阵子川普上台之后，我还没有回到看甘乃迪中心，但是我又特别问了 ChatGPT。他那个照片川普把这个甘乃迪中心上面写 Donald Trump and Kennedy Center 他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对于这个甘乃迪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而且对于那个爵士表演的人说，我干脆取消了，我不要表演了。你这是一个维权主义的象征啊！艺术界很讨厌他，很多人你怎么会把你的名字放在一个冠名？对，冠名播出这对于这个甘乃迪中心是个非常大的侮辱，而且对于甘乃迪家族也是非常大的侮辱。